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们就来分享美债券 ETF 在7月份的除息懒人包。那也是一样，我们先看美联储的最新消息。那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在周三的时候呢，结束了为期2天的听证会，他出席了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那我们就看他在这个会议当中呢，他表达了哪些对通膨的看法。那鲍威尔在这个会议当中就表示他确实有非常大的信心通膨正在衰退，但是呢，问题是他不认为他没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说通膨一定会来到 2%。这意思也就是说呢，他觉得通膨是真的有在下降，但是呢，能不能降到 2% 呢？他现在还是没有这么大的信心。而且呢，他也表示在7月5号的时候呢，公布出来的美国失业率的报告，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连续3个月上涨了。那他就表示，这个失业率上涨就代表就业市场正在逐渐的放缓。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现在美国在7月5号的时候呢，公布的最新的失业率呢，公布值是来到了 4.1%。那虽然呢是没有到非常的高，但是呢也是在今年以来呢最高的一次哦。那这个失业率上升就代表它的就业市场逐渐的放缓，也就表示说呢经济呢也会持续的放缓。那对降低通膨其实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效应，但也因为失业率上升了，所以呢市场上认为美联储也就是联准会呢今年要降息的可能性又大幅的上升了。那尽管市场上有这样的预期，但是鲍威尔在这个听证会当中，他又表示，现在呢，如果降息太早或者是太多的话呢，可能就会导致通膨反转过来。也就是说呢，虽然通膨现在正在持续的下降，而且呢，他也非常肯定通膨正在下降，但如果现在太早开始升息的话呢，可能就会导致通膨反弹。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失业率的状况呢，慢慢的上升，结果呢，他们为了要防止失业率上升呢，开始降息，结果呢，通膨呢就开始反弹，这是呢联准会最担心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扣尔 PCE， 也就是美联储最关注的一个核心通膨指数。那我们可以看到扣尔 PCE 在2022年的3月份来到了最高值 5.3%， 然后持续下降，直到现在呢只剩下了 2.6%。但是鲍威尔呢还是没有非常的肯定呢这个通膨一定会来到 2%。那其实鲍威尔讲这些话，我也觉得是情有可原因为毕竟他是最不希望通膨反弹的。如果他现在放开口，他说我觉得通膨一定会降到 2% 啦。那如果他这样讲的话呢，那我相信大家就会变得非常的乐观，可能就会使得通膨反弹。所以说呢，最不能松口的人其实就是鲍威尔自己本人。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也不能怪他说他每次讲话都这么的模棱两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在鲍威尔讲完这段话之后呢，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最快降息的预期大概是落在2024年的9月18号，降息大概会降 0.25%， 那几率的话呢是快要来到70%那在年底2024年的12月18号，大概有 45% 的几率呢会降息 0.5%。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公债 ETF 在7月份的除息表。那这次美国公债 ETF 在7月份总共有5档的 ETF 要进行除息，那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还有他们的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他们的股价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30多块钱就可以购买到。那 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呢，它是15块钱左右，主要就是这一档 ETF 呢，它挂牌至今还没有1年的时间，而且呢它的挂牌价格是15块钱，所以说呢它的价格会比较低一点。那资产规模的话呢， 00696B 的富邦美债20年期的 ETF 是这5档 ETF 当中呢资产规模最高的，是来到了359亿台币。那这边的话呢 Kevin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这次分享的是美国公债 ETF 它在7月份的除息表，所以说呢，如果你是什么元大美债20年前 ETF 或者是国泰20年前美债 ETF， 然后在下方留言说为什么这2档 ETF 没有在除息表当中，为什么我不把它们介绍出来？难道是因为我有接业配吗？
那这边你要知道就是 Kevin 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是当月的除息表，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看到的，就表示说呢他们在这个月份是没有除息的，那当然就不会列进来的。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收益人数。那收益人数的话呢 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 ETF， 它的收益人数是6万多人。那其他的 ETF 的话呢其实也算是蛮健康的，都有上千人的一个收益人数。那内扣费用的话呢是2023年的内扣费用。那除了 00695B 之外呢，其他的 ETF 他们内扣费用其实都不高，大概都 0.2% 左右。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呢，它在2023年是还没有挂牌满1年，所以这边我就没有把它统计进来。那平均票息率最高的就是 00719B 的元大美债1到3年 ETF， 它的平均票息率有 4.5%。那其他的 ETF 的话呢，基本上都在 3% 左右。好，那这边的话呢，你可能又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 00719B 的元大美债1到3年 ETF 跟 00694B 的富邦美债1到3年 ETF， 他们明明都是属于短天期的美债 ETF 啊，为什么他们的平均票息率还有等一下要介绍到的殖利率会差这么的多？那主要的就是短天期的美债的话呢，它可能会纳入的成分可能是一些无息的债券就像是那一种折价债券。那另外一种的话呢，他们可能会纳入有息的债券，这样子的话呢，他们的平均票息率就会不一样哦。那什么叫做无息债券呢？那无息债券就是它会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卖给你，但是呢，它不会给你配发利息。那这种的债券呢，就叫做无息债券。那如果都是美国政府发行的，不管你是无息债券或者是有息债券，如果他们的到期日期都是相同的话呢，那这两档债券基本上他们的收益率也不会差太高所以这两档 ETF 0079B 跟 00694B 他们只是他们的成分债一个是有息债券比较多，另外一个的话呢则是无息债券比较多，但是他们的收益率的话呢基本上应该是不会相差太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除息频率。那除息频率的话呢，这5档 ETF 他们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那7月份的殖利率的话呢，最高的就是 0079B 的元大美债1到3年的 ETF， 它的7月份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1.2%。那累积4季的殖利率的话呢，也是 00719B 的元大美债1到3年 ETF 最高，它是来到了 4.7%。那填息天数的话呢，是 00696B 的富邦美债20年期 ETF 以及 00694B 的富邦美债1到3年 ETF， 他们的一个填息天数是最优异的，基本上的话呢都是10天以内就可以填息完成了。那存续期间、收益平准金还有保管银行我都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去参考哦。那除息日期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7月16号会进行除息，也就是礼拜2的时候。那有一档 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 ETF， 它是在7月18号礼拜4的时候进行除息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金融债券 ETF 在7月份的除息表。那这次呢，总共有7档的金融债券 ETF 会在7月份进行除息。那股票代号、基金名称还有挂牌日期，我也是一样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除了 00933B 的国泰10Y加金融债之外，其他的 ETF 呢，成立至今基本上都有5年以上的历史咯。那股价的话呢，也基本上都是在30多块钱就可以购买到。那 00933B 呢，它就是一档比较新的金融债券 ETF。那它发行的价格的话呢，就是15块钱。所以说呢，它的现在的股价呢，也大概是16块到17块之间。资产规模的话呢，最高的是 00724B 的群益投资级金融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将近1000亿台币的哦。那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则是909亿台币。那收益人数最多的就是 00933B 的国泰10Y加金融债 ETF。那 Kevin 有研究金融债券 ETF， 那 00933B 它的收益人数基本上就是我们台湾所有金融债券 ETF 加起来的收益人数都没有 00933B 国泰10Y加金融债 ETF 还要多所以说呢 00933B 它真的是属于我们台湾金融债券 ETF， 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基金啦。好，那接下来就是内扣费用。那内扣费用最低的是 00724B 跟 00773B 这两档 ETF 是 0.29%。那有一档 ETF 00790B 的富华次顺位金融债 ETF， 它的内扣费用就真的有点太高了它内扣费用是高达了 1.19%因为我们都知道债券 ETF 他们给我们的报酬相对于股票型的 ETF 来讲就会比较少了。如果它的内扣费用又很高的话呢，就代表说呢，也就是你的投资绩效有非常多呢都交给投信当做他们的一个营收不是你自己的营收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则是平均票息率。那平均票息率最高的是 00790B 的富华次顺位金融债 ETF。那除息频率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属于季配息的。有两档 ETF 它是属于月配息的，那就是 007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以及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 它们是属于月配息的，其他都是属于季配息的。那7月份的殖利率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 1.1% 到 1.3% 之间。那如果是月配息的话呢，则都是 0.4%。那殖利率累积4季的话呢，最高的是 00842B 的台新美元银行债 ETF， 它是来到了 5.5%， 是最高的一档 ETF 哦。那填息天数表现的话呢，最优异的是 00790B 的富华次顺位金融债 ETF， 它的填息天数的话呢，也都是在10天左右就可以完成填息咯。好，接下来的话呢，则是存续期间还有收益平准金以及保管银行，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呢，是 00790B 跟 00933B 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其他的 ETF 则是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除息日期的话呢，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7月16号除息的有4档 ETF 是 00773B、00785B、00842B 跟 00933B。那7月17号除息的则是 00790B 的富华次顺位金融债 ETF。那7月19号礼拜五继续进行除息的则是 00724B 的群益投资级金融债 ETF， 还有 00834B 的第一金金融债10加 ETF。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公司债券 ETF 在7月份的除息表。那因为公司债券的 ETF 呢，它们的数量比较多，所以我都把它们分成2类分别是属于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还有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券 ETF。那我们就先来介绍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它们在7月份的除息表。那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呢，在7月份除息的总共有5档，也是一样，我将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还有他们的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有一档 ETF 是00942B 的台新美 A 公司债20加 ETF， 它是在2024年的4月18号挂牌的，这是它的第一次除息，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看它的除息的表现是如何吧。好，那么股价的话呢，基本上也都是在30块到50块钱之间就可以购买到。好，那除了 00942B 它是 15.6 块，因为它的挂牌价格是15块钱。好，那资产规模的话呢，最高的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那 00942B 这档 ETF 呢，它挂牌至今大概3个月不到的时间，但是呢，它的资产规模现在已经有100亿台币了。那表现的话呢，是还蛮不错的。那受益人数的话呢，基本上就是 00772B 这档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最多它是来到了71399人。那 00942B 这档新进来的 ETF 呢，它则是23995人。好，那我觉得是表现的也蛮不错的啦。好，因为它是有持续的在增加。那 00772B 呢，虽然你现在看到它好像受益人数是最多的，但是呢，如果你有持续关注我的频道，你就会发现到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它的受益人数已经连续4到5个月受益人数是减少的好，这部分的话呢，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那内扣费用的话呢，最低的就是 00746B 的富邦 A 级公司债 ETF， 它的内扣费用的话呢是 0.25%。那平均票息率的话呢，最高的是 00789B 的富华公司债 A3 ETF， 它的平均票息率是来到了 4.8%。那除息频率的话呢，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还有 00942B 的台新美 A 公司债20加 ETF。好，这2档 ETF 它们是属于月配息的，那其他 ETF 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那7月份的一个殖利率表现的话，季配息的 ETF 呢，基本上都是在 1.1% 到 1.2% 之间，相差没有非常的大。那另外2档月配息的 ETF 呢，都是 0.4%， 所以呢 00942B 的话呢，它的表现的话呢，也是属于中规中矩的，在月配息的 ETF 当中呢，并没有表现的特别的突出哦。那累积4季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89B 的富华公司债 A3 ETF。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填息天数。那填息天数的话呢，这几档公司债 ETF 其实我觉得没有表现得非常的优异，因为他们至少每一档 ETF 至少都有一次的填息是没有完成的。所以说呢，它相对于我们刚刚所介绍的美国公债 ETF 或者是金融债券 ETF 来讲的话呢，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这几个的表现呢就有点差强人意接下来的话呢，是存续期间还有收益平准金以及保管银行，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收益平准金的话呢，是 00789B 跟 00942B 这2档 ETF 他们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好，那其实我们这些债券的投资人应该都有发现到最近只要是投信他们所发行的一些 ETF 都会
纳入收益平准金的机制。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收益平准金的机制是让我们的股息更加的稳定，但是呢，它不会提高我们的投资报酬率所以这部分的话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到的我们最终还是要看总报酬率。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除息日期。那除息日期基本上都是在7月16号礼拜二进行除息的，只有一档 ETF 00789B 的富华公司债 A3 ETF，它是在7月17号礼拜三进行除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投资级的公司债券 ETF 在7月份的除息表。那投资级的公司债券 ETF 呢，总共有8档的 ETF 会在7月份会进行除息。那除了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它是最近挂牌的。那其他 ETF 的话呢，他们挂牌至今基本上都有5年以上的历史咯。好，那股价以及资产规模我放在下面这一边。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资产规模已经来到了1844亿台币，是所有债券 ETF 当中呢资产规模最高的一档 ETF。那第二名呢，则是 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ETF， 是来到了1493亿台币。那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也有破1000亿台币它来到了1071亿台币。那收益人数的话呢，也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最多的是来到了301160人是知名度非常的高。那另外一档 ETF 我觉得蛮特别的那就是 00750B 的凯基科技债10加 ETF。 这档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68人，但是呢，它的资产规模来到了50亿也就是说呢，平均每一个人投入基本上都有9000万到8000万之间的资金是非常的多所以呢，如果你问你同学你有投资什么 ETF？ 他说我有投资 00750B 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内心觉得说他应该算是蛮有钱的干嘛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内扣费用。那内扣费用最低的是 00722B 跟 00723B， 他们在2023年的内扣费用都是 0.29%。那平均票息率的话呢，最高的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00937B 它的一个平均票息率是所有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当中的平均票息率最高的所以说呢，如果经济没有衰退那公司他们的违约几率就比较低嘛，那投资级的公司债券又可以配发比较高的利息，就会吸引到非常多的投资人去投资这种投资级的公司债 ETF。所以 00937B 在最近这一年的表现就是非常的优异。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除息频率。那除息频率只有一档 ETF 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 那就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那其他 ETF 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那7月份的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的7月份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1.7%， 而且它累积4季的殖利率竟然高达了 6.2%。难怪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的受益人数依旧是持续的增加那 00937B 的话呢，因为它还没有配息满1年所以说呢，它现在只有 3.2%。那填息天数表现最优异的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一个填息天数基本上也都是在10天内就可以完成因为呢它是月配息的 ETF 嘛，所以说呢它每次配息的数量的金额是比较小的，所以呢它填息的能量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容易去达成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则是存续期间还有收益平准金以及保管银行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收益平准金呢，就只有 00720B、00725B 跟 00937B 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其他的 ETF 是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除息日期。那除息日期的话呢，有5档 ETF 它是在7月16号礼拜二的时候进行除息的，那分别是 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ETF， 还有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以及 00740B 的富邦全球头等债 ETF， 还有 00750B 的凯基科技债20加 ETF， 以及最后的 00788B 的元大10年 IG 电能债 ETF。那剩下的3档则是在7月19号礼拜五的时候会进行除息，那就是 00722B 的群益投资级电信债 ETF， 还有 00723B 的群益投资级科技债 ETF， 以及最后的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那关于以上这些资讯的表格，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并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也不错的话，可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进行免费的下载咯。
好了，我是不随测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我每周都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你的投资绩效有很多都交给投信哦，让你的投资绩效都很多交给。